你有进去过自助洗衣店吗？近年来台湾的自助洗衣开店数量爆炸成长，光是2018到2022年间就增加了1000间。邻近的日本呢，自助洗衣店的数量也很惊人哦，总数超过了2万间，媲美全国的 7-Eleven 总数。自助洗衣店为什么外表看似平凡，拓展却异于常人？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自助洗衣店的发展秘密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喜欢洗衣服吗？你平常都多久洗一次衣服呢？洗衣这个粗重又劳累的工作，好几个世纪以来都一直是人们觉得最麻烦、最不想要做的家务事之一。过去洗衣一直是最没地位的仆人要负责的工作。冬天水太冰，夏天天太热，不仅呢耗时费力，手还会被洗剂给侵蚀，非常吃力。那幸好洗衣机的发明解救了20世纪后的所有人，之后跟着发展起来的自助洗衣店，也接着呢解救了现代忙到没空洗衣的我们。你知道吗？自助洗衣店的历史其实跟大萧条时代还有洗钱有关。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都仰赖自助洗衣店，店家也越开越多呢？现在就让我们倒退回第一台洗衣机的发明，来说说这些故事吧。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呢，英国与德国分别有人发明了类似的半自动手摇式木桶洗衣机，让人们呢可以把衣服装在桶子里面，靠着旋转还有拍打来清洁。那虽然它还仰赖这个手动但却奠定了日后用动力旋转来洗衣的基础概念。19世纪呢，蒸汽动力出现了，有人发明了使用蒸汽动力运作，还可以顺便搅干衣服的改良版本。而直到20世纪电力出现之后，世界上面第一台电动洗衣机终于诞生。美国品牌 Thor， 也就是雷神的那个 Thor， 成为了第一个贩售电动洗衣机的厂牌，真正解放人们的双手。而在1928年左右，美国的电动洗衣机全年销量一度高达了90万台。只是在当时，洗衣机呢还算是奢侈品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电费呢更不是人人都能够负担的。此外呢，美国也很快的就在1930年迎来了经济大萧条，全国的景气与人民的消费力都一落千丈。然而危机就是转机，自助洗衣店的概念呢就在这种绝境下面诞生了。1934年，第一家自助洗衣店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出现了。有店家突发奇想，弄来了4台电动洗衣机放在店里面，让人们带着自己的衣服来洗。有人说他们是用电费计价，也有人说呢他们是以小时计费。但不论如何，这种共享经济呢都比自己买一台洗衣机来的划算，在中产家庭当中大受欢迎。自助洗衣店呢，这个商业模式在大萧条的背景下面迅速的扩张，而到了2战结束之后，几乎全美的每一州都有自助洗衣店的身影。而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小插曲那就是洗衣店的特殊潜力呢，一度成为了黑帮老大的犯罪工具。20世纪初呢，美国有个知名的黑帮老大叫做艾尔卡彭，他在禁酒令的时期呢，靠着私酿卖酒，一年可以赚进上亿美金的不法所得。但同时呢，他也经营着某些合法生意，例如洗衣店。据说艾尔看上了洗衣店小本经营、容易扩张，都是现金交易难以追踪的特点，认为呢，洗衣店是他洗白不法所得的绝佳掩护。他每年都把上亿元的钱一批一批的混进各间的洗衣店的营收里面，再拿这些洗衣店赚到的钱转去各种名义的公司，透过这样子一层一层的转手呢，把钱给洗干净。而聪明的各位应该猜到了，洗钱呢之所以叫做洗钱 （money laundry）， 正是多亏了艾尔卡彭的创意。不过我们在写脚本的时候呢，发现这段轶事发生的时间点呢，似乎比第一间自助洗衣店的开张还早了一点点，所以艾尔经营的也可能是传统洗衣店也说不定那这部分呢，要是有知道内幕的观众，欢迎帮我们在留言区给补充一下。总之话说回来呢，经历了大萧条时代与2战的低迷之后，电动洗衣机与自助洗衣店终于也在美国之外的地方逐渐的普及了起来。2战之后，世界的景气正慢慢的复苏，人们都想要恢复正常生活、拼经济，而电动洗衣机在英国、欧洲各国逐渐变得普及，机型呢也不断的改良出现了顶掀式、可脱水等更多的功能。同时呢，投币式洗衣机也发明了，这种机型呢大幅精简了自助洗衣店的人力需求。以前需要有人顾店收钱，现在都可以请顾客自己来，店也可以开24小时没有问题。而至于台湾呢，则在1980年左右引进了第一家自助洗衣店。
在经历了40年的发展之后，台湾现在已经是全世界自助洗衣店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更狂的是，根据财政部统计，2018到2022的这4年之间呢，自助洗衣店的数量突飞猛进，成长的幅度超过了80%。截至2022为止，全台已经有高达2000多间店。自助洗衣店真的是门好生意吗？为什么在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洗衣机的状况之下，自助洗衣店的成长还会逆风高飞呢？近年呢，物联网与 AI 科技的进步，让无人商店变得越来越可行，越来越成熟。自助洗衣店不再一定需要有人在现场照顾，反而洗衣机啊、烘衣机、支付系统、客服系统都能够彼此连线，自动执行基础的运作，大大的降低了开店的门槛。不少的加盟业者呢，都在经验分享当中提及，只要呢战略地点有选对，开设自助洗衣店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副业。2020年，全台的洗衣市场规模呢，大约有200亿，其中自助洗衣店就占了一半。而洗衣机的销量呢，以及传统干洗店的营收，反而都是呈现下滑的趋势。这跟人们生活模式的改变也有关系哦。例如租屋族变多啊，房屋的空间变小，许多家庭并没有空间能够放洗衣机，或者没有阳台可以晒衣服。而即使呢有阳台，北部的天气湿冷，常常都是怎么样晾也晾不干。许多的双薪家庭呢，则是太过忙碌哦，没有时间频繁的洗衣服。这个时候，自助洗衣店里面大容量的商用机台洗烘拖一次到位的功能，在解决了这些痛点。同时呢，它省时、省电又省空间，把洗衣服的麻烦呢，尽可能的降到了最低。这消费需求支撑着自助洗衣店的扩张，只不过自助洗衣店留给人的印象却似乎好坏参半。好比说呢，不少人分享过这个衣服被偷啊，洗衣机被丢的不是自己的衣服进来洗的经验。有人担心洗衣机的这个卫生清洁问题，不知道洗衣机多久保养一次，或者会不会有人拿宠物用品进去洗。此外呢，遇到没有人顾店的这个店家，客服也常常联络不上，没有办法及时的解决卡零钱啊、机台故障等等的问题。那看起来大众说到自助洗衣时呢，常常透露出一种洗不干净的负面观感。但因此呢，在自助洗衣的市场竞争越来越强烈的状况之下，不少业者主动的开始改变形象，跟慢慢的转型。近几年，国外有越来越多的自助洗衣店呢，以复合式的新风貌出现，例如结合咖啡店啊、啤酒吧、书店等等的功能，整体干净明亮，空间宽敞，不止改善了外在的观感也创造出了让人不敢做坏事的气氛。这类型的洗衣店呢，在台湾也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几间。另外一方面，台湾的洗衣业者们也主动提出了更好的经营模式，帮助加盟主一起转型，例如固定的频率清洗机台，提供专门洗宠物用品的洗衣机，或者引进有上锁功能的机台等等。而我们自己的厂商干爹美一洁自助洗衣联盟，正好就是一间注重洗衣体验，也注重加盟品质的代理商。美一洁自助洗衣是一间拥有全台首创 IoT 智慧物联网的自助洗衣品牌，在全台湾呢有500间以上的自助洗衣据点，同时更是欧洲最大洗烘衣机领导品牌Fargo的台湾总代理商，并标榜着有着业界最强的售后服务团队。美一洁的店里呢有许多的智慧机台例如洗衣机有自动注入洗剂的功能，不用再自己倒得满手都是；烘衣机有湿度感测，避免温度太高烘坏衣服。此外呢，他们还有一个很酷的 O3 臭氧柜，除了标榜杀菌效果呢比一般的消毒机更强，更能够有效的去除衣物上面的这个烟味啊、烤肉味、火锅味，还衣服一个清白。另外，美一洁的智慧储值系统支付呢，支援15种多元支付方式让你再也不用为了10元去对币机换钱或者是买饮料。而如果你没空自己洗衣服，也可以使用他们的代洗代烘服务，只要把衣服呢放进柜子里面，下次拿出来的时候就会是干净整洁的一篮。另外一方面呢，针对加盟者加入美一洁，不仅免加盟金、免权利金、免抽成，规则也很自由。加盟主呢能够依照自己的想法决定营运模式，要做无人商店或者是复合式洗衣店都可以，名字也能够自己取。但营运上面，美一洁也认真谨慎提供了许多的服务，包含了省水省电的洗衣机，刚刚说到的所有 IoT 智慧物联网系统，以及一条龙的开店服务，包含了像是开店前啊、客制化室内设计、店面施工、贷款的辅导等等。开店之后也提供完整的售后服务，包含了供应店主美一洁独家开发的天然酵素洗剂、机台维修和大保养服务，后续免费的经营培训以及美编行销团队与辅导。那如果你正在观望，想要开创一个副业，或者很明确的想要加盟自助洗衣，那不妨考虑一下我们的美一洁爸爸哦。
话说回来这集的开头我们有提到洗衣机的发明解救了我们的双手。那事实上，有学者更进一步的认为，洗衣机根本是近代对于提升女性社会地位最有帮助的发明。因为有了洗衣机，妇女们的时间就不用再被洗衣服这件耗时耗力的家务给绑架，而她们的劳动力与精神呢，就可以用在其他地方，例如读书、学习、探索更多的领域，进而得到更多的发展。而在跟团队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自助洗衣店在现代社会当中也扮演着类似的重要角色，而且帮助到的不只有女性它为租屋族带小孩的双薪家长省下了许多的时间，让大家可以把心力放在更重要、更有附加价值的事情上面。那么说到这里今天的提问呢，想来问大家，你常去自助洗衣店吗？你对于自助洗衣店的印象是什么呢？因为租屋所以常去，有遇过好的，也有遇过很恐怖的。必须要洗大件被单、娃娃的时候呢，会去超级方便；自己需要烘衣服的时候呢，就会去完全是我的湿气救星。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自助洗衣店的发展历史。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床是哪个天才发明的，以及不用洗衣机的天然主义者。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